美元最近啊非常的弱势，到底在弱势美元的一个世界格局当中，我们的投资要如何转向呢？今天带你快来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志玉，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美元。哇，这个你看到川普总统啊，他所谓的解放日宣布了对等关税之后，所有的金融商品全部通通大猪小猪落玉盘，全部都摔死，摔个半残。好，那但是呢，你现在慢慢看到很多金融商品，像是股市啊，像是很多的一些商品啊，默默的都回到了解放日差不多的位置点，都爬回去了，对不对？就算是乌龟爬很慢，我回去了，但是啊，美元爬不回去，美元趴在地上。可能睡着了。好，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呢，其实从今年以来啊，解放日之后呢，大约跌了9个百分点。那至今呢，一直回不去，还在那个地方趴地上，好弱。所以呢，大家就忍不住问：美元 ，Hello， 你怎么了？到底呢，美元霸权就此终结吗？大家都想要问这个问题。但我们就来看一看了哦。其实现在全世界的央行啊，大家都已经对过去的那样的一个投资的方式，或者是过去的那一种资产配置的一个方式，都在做结构性的转变了哦。那当然呢，这个川普总统可能是推大家一把。最近呢有一个调查，这个调查很有意思啊，它是对全世界75个很重要国家的央行来做调查一下，在川普时代，你的投资组合会做什么样不一样的转变？好，那这个结果呢就有意思了。央行怎么做会牵动到我们怎么做，对吧？央行钱那么大，它要转弯比较慢，但它都已经开始转。我们能不转吗？当然不行嘛。所以我们来看这75家很重要的央行怎么说了哦。75家央行呢，这些央行总裁呢，他们就说了，大约有40%的央行说，接下来他们会增持黄金，而且会继续加码买。然后呢，包括他们要说，那什么样的货币呢，比较是他们的心头好？现在最抢手的是欧元货币哦。那另外呢，看到了那人民币呢？人民币呢？现在大家都开始增加他们的部位了。所以呢，总体来讲，就是这些央行的总裁过去呢，大家习惯性的把钱大部分放在美元资产当中，现在都已经开始慢慢挪动它的比例了。美元资产还是有，但是我降低它的比例，降低下来的比例呢，我去多买一点黄金，多拥有一些欧元，配置一点人民币。好，于是乎呢，未来你会看到现在的一个这个在各国央行当中的外汇储备啊，可能都会有跟现在不一样的比例了哦。那大家说这个欧元现在增加比例很快，那可能是最近增加的一个幅度最快的。那然后呢，大家就开始说，现在呢这些各国的央行他们的外汇储备哦，美元资产大约占58%，然后有一个慢慢的一个曲线是在往下降，很可能在10年后它会降到52%。好，那掉的那6%会跑到哪里去呢？会跑到欧元，跑到人民币。人民币呢，目前在外汇储备当中占比其实并不高，只有3%左右。然后呢，他说可能到了10年后，它会增加成2倍，增加到6%。好，那你说，绝对数字看起来还是遥遥落后美元资产，但是呢，它的确是在成长增加当中。那当然呢，你看到这美元资产啊，被很多的一个央行的一些这个总裁主理人觉得这个美元no， 那你就要问他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看好美元？你是觉得怎么样呢？好，那这些呢，央行总裁很有意思，他们说，哎呀，有70%的这个央行说，他们要降低美元资产的比例，是因为他们觉得美国的政治环境令人担忧，所以呢，可能没有讲出来是川普啊，不知道，反正他们说现在的美国的政治环境令人担忧，所以呢，他们要降低美元资产的比例。好，那当然呢，对于这个一直想要成为国际间很重要货币的人民币来讲，那当然是机不可失。所以你看到最近啊，这个中国他们马上放宽了对外资投资的一个限制。以前呢，这个中国对外资投资有非常多的限制，这个不可以买，那个不行，这个你最好不要碰，那个你这个助手好之类的。但现在呢，看到它放宽很多比例放宽很多地方让外资可以投资，最直接的就是
放宽了选择权跟期货，特别是在大宗商品当中，16种大宗商品的选择权期货通通开放，外资你都可以来买哦。那让大家呢觉得哦，你这个中国市场我也可以来参与一下。铜的、铁的，其实呢在中国是很大的一个市场，他们也是很大的产区，所以呢开放这样大宗期货的一些商品呢，就让这些国外的资金也可以在中国来做这样的操作，所以呢也吸纳了蛮多资金。但是呢，刚刚开始开放，我们还要持续观察它。但你就可以看到中国的一个企图心，就是我要开放，那我朝开放的方向走。但是呢，它要有序开放，慢慢来，慢慢的把美元资产挪到人民币资产当中来。好，那当然啦，你会说，哎呀，那这个美元资产，哎呀，美元霸权就要终结了。那也不是这么武断的说，因为呢，我们看到这美元霸权啊，这个都已经这个建立这么长的时间，你说它一夕之间崩塌是没有这个可能的。我们给大家数字啊，到目前为止啊，现在呢大概有54%全世界的出口报价，还有57%的外汇存底，还有88%的一些相关的外汇交易，全部都是用美元计价，直接用美元的。你说这么高的比例，你要让它瞬间一夕崩塌，那是天方夜谭。但是呢，你会看到它的比例在慢慢降。好，即便在慢慢降，这样的一个比例呢，还是绝对压倒性的大多数。所以呢，美元呢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弱，但是呢，你以后要认定它是美元以前的状况，大家都说那叫美元例外论嘛，美国例外论嘛，什么东西都烂透了，它就是会一个人一枝独秀，很棒。好，那以后这样的一个这个状况可能会慢慢没那么明显。以前呢，你会说哇，美元好强好强，以后你就会说美元没有那么强。好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态度，但它还是强了，但没有那么强。好，但是呢，以我们投资人来讲你就可能要这个放心上哦。美元呢，可能已经不再是一个永远那么样强势的货币，所以你要怎么做呢？或者是你说美元还会继续弱吗？我们就要给大家来看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指标，来看看到底大家都怎么看美元哦。好，我们有一个在这个市场当中交易大家都一定要会看这个数字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做外汇对冲比例。好，那你说这什么意思啊？好，这个意思呢，就是说在投资组合当中有多少外汇风险被对冲掉？外汇对冲比例。好，那你如果觉得说，这个我买美元资产买得很放心，我都不会有什么外汇的风险的话，那你就不要对冲，你都不要避险。这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外汇的避险的一个比例高低了好，那最近你就看到这个对美元的外汇对冲比例呢，不断的在升高当中。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买美元，你觉得美元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货币，我放在这里我超安心，它币值这么强，我就放在这个地方，我都不要避险，我就让它赚钱。那你这是一个想法。那如果呢，大家觉得美元会持续走强的话，外汇对冲比例会低的。那现在呢，它是外汇对冲比例一直在升高，什么意思？大家觉得美元会走贬的，所以呢，这个美元走贬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市场上的共识，因为大家都在做避险，大家本来放很多的一些美元资产，现在大家都在做避险，所以外汇的一个这个对冲的比例才增加嘛。然后呢，还有一点是，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的央行，他们开始有钱，有新的钱，他不放在美元资产，他去买欧元，他去买人民币，他去买黄金。那现在你也看到了这个欧洲呢，他们最近呢正在扩张他们的财政支出，然后呢，这个川普不是逼这些北约国家吗？你们就钱给我吐出来，对不对？你们自己去买军备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北约的钱你要多花一点，对不对？然后各种，所以呢，现在欧洲也都在做他们的一个财政支出的一个扩充。那于是呢，你知道政府通常都是我要多花钱的时候，我就要发债券。欧洲各国也发了非常多的债券，欧债很多。那于是乎呢，刚刚又提到了，大家正在降低美元资产比例。那如果是这些央行，我要降低买美债、美元资产嘛，那我要去买什么呢？又要安全的东西。我买欧
欧债好像是一个选择，所以你慢慢会看到各国的这些央行啊，他们可能都会变成本国为导向的投资。我要买债，我可能就买自己的债，我买本国的债了，我就不去买美债了，因为你可能美元在走贬，我买美债我还要再对冲，有够麻烦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，哇，那美元真的会持续的走弱哦。然后呢，这个美债的一个投资呢，好像大家也是觉得，我可能买其他国家的债，不买你美债了。那提到了这个债啊，这个很多人啊，之前大家一直觉得升息循环终结，然后到降息循环，我就买了很多的债嘛，对吧？结果呢，都等不到那个债券价格上涨，因为殖利率一直好高，降不下来。好，那你要问到了这个美债的市场，那你就要看看联准会什么时候降息。联准会的主席鲍尔啊，这个川普一直叫他降息，他就是应景精神，我就是不降，对不对？这个已经变面子问题了。好，不过呢 ，anyway， 这个最近呢，鲍尔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其实以客观的数据上看啊，通膨是得到控制，没有再一直飙高。然后呢，又觉得这些经济数据看起来，劳动市场在转弱啊，然后这应该就是要降息啊。如果以客观的数字来看，但问题是变数就在于，他觉得川普的这个关税可能会影响到什么样的状况啊？就是不稳定嘛，关税还没有一个最后的一个结论嘛，所以他现在不能够贸然降息，否则的话，万一关税导致通膨再起的话，那我现在降息，我不是怎么办呢？所以呢，你看到鲍尔说，可以观察，但没那么快。所以呢，现在市场上普遍认为，可能要等到夏天以后，可能第3季我们才会看到开始降息了。所以这可能还有一个时间点。但是呢，提到了这个债券市场啊，供需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。除了降息与否之外，供需问题我们再看。下半年开始啊，这个美国呢会开始发大量的短债，他们短债的一个规模大约会有1兆美元的短债会发出来。那你说哇，供给这么多，那会不会就是债券的价格又要暴跌呢？那也不至于，因为有一个人很爱买短债，他是巴菲特，他买了好多短债哦。所以呢，这应该算是某种利多，因为市场上有个大户呢就很爱买这项商品，他就会一直买。好，但是呢，也同时有大户正在抛售，那就是中国持续的在减持美债当中。但中国的减持有它很多的一些地缘政治的原因，有它其他的考量等等哦，所以呢，可能我们可以持续观察它。但反正现在中国本来也不是美债最大的玩家，也不是最大的买家，所以呢，这个中国还在持续的减持美债，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它的数字哦，到底会降到什么样的程度，还是降到某一种程度之后它就会维持平稳，我们可以持续来看。好，但是呢，你看到了这个美元持续走弱，就会导致很多国的货币都开始走阳，像在亚洲货币当中，台币哇，那就是强到不得了。最强亚币哦，这个最强亚币的一个这个强到什么状况呢？强到比欧元还强。欧元呢，从今年以来大概呢这个升值的幅度是11.4%，然后呢，你知道台币呢是升值了11.53%。真的太强。好，太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？太强当然会影响到台湾的一些出口产业了。比如说像台积电呢，最近啊，他就这个发了这个100亿美元的一个现增。那他说呢，发这么多钱要干什么呢？他就是要拿来规避、降低外汇的避险成本，直接呢就是现增美元，然后呢来降低外汇的一个这个避险的成本哦。那他特别提到了说，新台币的升值对于台积电的毛利率来讲是会有冲击跟影响的。那他过去曾经给大家一个比例哦，比例尺，他说如果呢这个新台币升值1%的话，它的营业利率哦会降低0.3%。那我们看。刚提到了新台币呢，今年以来大概升值了多少？我们刚刚讲到是11点多嘛。那他当时的一个状况这个魏哲家当时在讲的时候是升值8%，他就说哇，这个台币升值8%呢，它的毛利率呢会掉3%，哇，这个数字其实蛮惊人的。但是台积电呢有一个好处是，我有利率的风险，没关系，我就涨价，我让这些风险通规避出去，你们客户要买，你们就帮我承担一点。所以呢，这个台积电它是一个产业
业的龙头地位，所以它有定价的优势，所以它可能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汇率的风险、汇率的一个损失通转接出去哦。好，但是呢，讲回来，如果你不是台积电，你不是产业龙头呢，你可能会面临到很大的一个汇率的压力了哦。好，这汇损的压力呢，可能在下半年我们会慢慢来看，因为台币还是好强，美元还是蛮弱的，所以呢，这个不管是台湾的一些出口产业，亦或是呢什么样的产业，它会跟国外做生意，会收美元，这都会产生汇率的一个损失。汇率的风险，那要不要避险呢？那可能就各家厂商有大家不一样的想法了。但是新台币会升值升到什么样的地步呢？美国银行讲了，他认为很可能年底呢会看到28.8，明年会看到27.6，哦，这个数字好惊人。那如果真的会达到这个数字的话，那美元还要继续弱耶。好，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哇，大家的投资可能要都放在心上。美元呢，它是一个现在慢慢在走弱的一个货币。如果你还有美元资产的话呢，你要想想怎么样做调整咯。那当然呢，如果你有新台币的资产，亦或是你有欧元的资产的话，那你可能会觉得，那可能比较放心，因为我的钱正在变大当中。好，这是今天帮大家准备的内容，希望你喜欢咯。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